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啊！今天是周日，大年初八，我们看到啊，美股还没有开盘，但是我们正在担心的事情就是美股目前的点位呢非常接近前高，虽然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已经出现了，但是唐僧阳线没有出现之前，这个位置上出现回调震荡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目前比特币依然处在$23,000附近啊，进行持续的震荡，就是因为要等待美股开盘之后，给出一个确定性的方向之后再进行动作。那么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那么我们看到啊，本轮行情，比特币从1月11日开始做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这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呢，分别突破了9月份波峰连线，形成了位于$17,500的压力位啊，突破了144均线形成的压力，突破了169均线，突破了$19,500，这个是从22年6月到11月份波谷连线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和筹码密集区。那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结束之后，行情在这里面做了一个短暂的震荡啊，这个震荡的时间级别是小日线级别。震荡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它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并且在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了突破。突破之后呢，我们看到啊，日线级别上再次啊，在1月20日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这个悟空阳线呢，是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标志性的阳线。标志性阳线出现之后呢，它在这个位置上开始持续的啊，从1月21日到1月29日连续8天做了一个震荡行情。那么在震荡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小线级别上，首先它做了一个窄开口的啊，首先它做了一个大开口的收敛三角形，然后围绕这个大开口收敛三角形不断的变换结构，最后呢，这个开口逐渐收窄变成红色的这个收敛三角啊，并且呢，我们看到啊，它的一个震荡过程。始终围绕着小时线的144均线和169均线啊，在这个均线上方做震荡。那么目前行情走到这里面，多头方面就有可能再次发生突破。当然了，这个突破的时间呢，我认为是在美股开盘之后啊，美股给了确定性方向之后再次上行，并且呢，它的第二轮上涨啊。可能会形成第二次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首先呢，我们看到1月20日这里是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标志性的上涨阳线走出来之后，上方就可能走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通过合并 K 线呢，我们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啊，周线级别上1月9日走出了悟空阳线。那么八戒阳线呢正在运行，那么上方呢就有可能走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完成本轮周线级别的上涨。我们的目标点位大概是在$28,000附近。那这个位置呢，正好是周线级别169均线形成的一个压力位，所以呢，目前比特币啊可以放心大胆的还是继续保持多头的趋势。那目前呢，大的趋势依旧是一个上涨趋势，那么如何建仓呢？我认为首先呢，你要考虑一个均线上的一个支撑，在这个支撑位上，我们可以看到小日线级别的144、169这个支撑线呢，在$23,000，这里可以布局第一个仓位。那第二个仓位怎么样布局呢？我认为是波谷连线啊，也就是说在1月16日到1月20这个位置上形成波谷连线啊，延长线的这个位置在$22,500附近啊，做第二个仓位。那这两个仓位进场之后，止损位呢，我认为应该设置在$22,000附近啊。这个$22,000是前面行情当中波峰连线构成的一个最后的一道支撑位，也应该是止损位设置的位置啊。那止损位你应该是在22,400、22,500这样的一个区间上。这样的话呢，在行情当中，你按照趋势多头趋势找到了合理的位置，并且呢分仓进场，有一个有效的止损位，就容易在行情当中获利啊。同时呢，我们的预期是本轮行情能够出现日线级别第二轮的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到达目标点位$27,500到$28,000啊。这样的话，我们在布局的同时可以学习到第一点趋势获利，第二点呢控制仓位，第三点呢分布式布局啊，第四点呢就是设置止盈止损啊。我们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易对啊，它能让我们了解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一个涨速情况。
那么通过这个交易对，我们看到啊，目前波峰连线形成的支撑在0.068附近，因此呢，这个位置可能出现快速反弹，也就是说，以太坊领涨的行情可能很快会出现。那么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上来看啊，我们看到以太坊始终在高位出现持续的震荡。我们知道啊，以太坊前面行情当中形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息优，日线级别上涨息优完成之后，做4小时级别的震荡，震荡过程当中形成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了收敛三角形。那么这个收敛三角形，我认为它的角度正在延长，它的结构呢正在变化。首先是红色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时候发生假跌破和假突破。然后呢，结构发生变化，我们可以画一下了。目前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呢，已经变成白色的收敛三角形。我们看到啊，它的一个时间通过震荡拉长了，拉长了之后，在后面的行情当中，焦点位就在这个位置上。在2月1日附近，那么也就是说2月1日前后可能发生一个变盘动作。目前呢，以太坊的趋势处于上行动作。那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息优完成之后，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息优有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在1月20日这一天，标志性的阳线出现之后，后面的震荡都是围绕标志性的阳线做的区间震荡。也就是说，目前行情所有的震荡呢都是围绕1月20日悟空阳线的一个妖怪 K 线组。那么经历了妖怪 K 线组的干扰之后，行情不跌破1月20日的开盘价，就有机会做出8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息优。那么我们调到周线就可以看到啊，第一根阳线1月9日这个阳线是悟空阳线，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处在8阶阳线。也就是周线级别8阶阳线的势力范围，那么再往上走呢，可能完成一轮周线级别上涨息优，突破$2000突破$2000是我们对于以太坊多头的一个预期。这种预期呢，是建立在我们刚才提到的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很快出现反弹，以太坊会出现一轮轮涨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做出周线级别上涨息优的动作。那么本轮行情的发动机呢，我认为是 Gala， 因为我们看到在日线级别上 Gala 的突破时间是1月6日，比特币的突破时间呢是在1月11日，所以呢，本轮行情最重要的发动机发动的板块是在 GameFi NFT 板块上。那么我们看到Gala 这轮行情目前已经走到什么位置了呢？首先1月6日开启突破，走悟空阳线，走8阶阳线，沙僧阳线呢比较多的震荡，昨天出现了一个唐僧阳线，这样的话它已经完成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息优，高点出现在0.063，涨幅非常巨大，从最低点到高点呢已经309%，也就是3倍上涨。3倍上涨之后呢，在这个位置日线级别上涨息优完成之后，我认为它会出现一定的调整，这个调整的时间级别是小日线级别。首先这个小日线级别调整我们看到了，目前已经做完了。首先是悟空阴线、8阶阴线组、沙僧阴线、唐僧阴线。那么日线级别上涨息优完成之后，根据我们 K 线息优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除了小日线级别调整之外，可能会出现的最大的时间级别调整，我们认为是4小时的调整。那么4小时级别调整呢，它没有做出来。首先这里面可以看作是一个悟空阴线、8阶阴线没有做完，但是小日线级别调整之后，我们应该在这个位置上有一定仓位了如果你没有建仓的话，没有在底部建仓，在这个位置上可以建一个仓位。那么第二个仓位怎么建呢？第二个仓位你要在4小时级别调整完毕之后，大概是在0.0470.048这个位置上建立第二个仓位。有了第一个仓位之后，第二个仓位做补充做备选在行情当中你就可能获得什么呢？获得它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期油的一个利润。因为这轮行情它的主要的首发的一个板块就是 GameFi 板块的 Gala。那么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息优完成之后它可能会做第二轮第二轮你怎么布局怎么进场了，一定要在第一轮涨出一个高点之后，调整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小日线级别调整、4小时级别调整的这个阶段分2个仓位去进行建仓才有可能获得后面它趋势上的利润从日线角度出发，目前我们看到50日均线、10日均线突破了144日均线、169日均线，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解说当中提到的操作线已经突破了观察线，它目前是一个多头的趋势。多头趋势成立之后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息优完成之后，经过调整可能会出现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息优。如果它突破了0.08，那么它上方的空间会被打开。那么如果走出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息优，目标位大概是在0.012附近
到0.12附近，它会回补之前急速下跌过程当中的一个筹码空缺区。同时呢，关注嘎啦之后啊，你还要关注同类型、同板块的一些币种，像一人钩这个我在会员频道在公开的这个视频里面也讲过了。当然是会员频道先吃饭，然后我们把这个信息公布出来。那会员频道通过一人钩的买 F 已经获得了40%左右的利润。那么目前行情当中，一人钩上涨趋势也非常明显，昨天出现了一个突破，并且站稳144均线的一个行情。突破之后呢，它的上方运行的轨迹，我认为会非常雷同于类似于嘎啦的走势所以呢，这里不做多赘述也就是说这里面有可能出现周线级别上涨西欧同步嘎啦的走势，目前走到了一个八戒阳线的这个位置有了悟空阳线、八戒阳线这是周线级别的，最终走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欧。昨天是 GameFi 板块 NFT 板块的上涨，那今天我们看到板块轮动已经开始了。那今天的轮动板块呢是减产币板块23年的减产币板块，我们认为是 LTC、达世这些币种开始了一个轮动性的上涨。我们看到今天 LTC 已经接近$100，达世也有了10%以上的一个上涨。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多头趋势目前走到什么位置了呢？首先我们看 LTC 在本轮行情非常强势，早在10月份就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多头信号。这个多头信号的产生正是我们 K 线西欧战法当中的一个均线战法，就是5日均线、10日均线作为操作线，144均线、169均线作为观察线早在11月初就已经发动了突破。那么目前只是这个突破的一轮延续。那么它首先做出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悟空阳线已经走了出来。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合并 K 线把这个时间级别切换到周线在周线级别上，我们首先要找到它的一个突破性的阳线。我们看到突破性的阳线在这个位置上，11月20日就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通过合并之后，我们看到这里非常多的震荡，把它忽略之后，目前周线级别是8戒阳线的势力范围。这里面一定要通过合并 K 线，把8戒阳线和后面干扰性的妖怪 K 线合并起来之后，才能把它区分开来，图形化的理解 K 线西欧战法里面各个人物。那之后的行情当中，我认为周线级别会走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目标点位呢大概是在$133，到达前面行情当中形成的一个平台区域。那么对于达世来说，同样的看法，但是达世走势非常简单，并且呢，达世目前的走势呢，在周线级别、在日线级别是落后于 LTC 的，所以呢，目前行情当中 LTC 是领涨，达世呢是跟从 LTC 做的一轮上涨在这个涨速和涨幅上，我们也看到达世上涨幅度大概接近90%。LTC 呢，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涨幅呢，我们看一下，我们测一下，大概是139%、140%，所以呢，达世它的一个涨幅也是落后于 LTC 的，因此呢，我更倾向于做一下达世因为达世可能会有行情当中的一个补涨现象，并且呢，达世在周线级别，我们看到周线级别还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悟空阳线。我们知道悟空阳线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比如说 LTC 它的这个悟空阳线，这根阳线呢突破了前面平台所有的前面行情当中一个所有的平台期。这个阳线的11月21日的这根阳线就可以称作为悟空阳线，但是达世这里面没有非常明显的悟空阳线，因此呢，对于达世来说，它是非常低调的所以呢，我认为在这轮行情周线级别上可以布局的是减产币种当中的达世。还要说的一个就是 APT 这轮行情 APT 也非常抢眼它经历了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目前正在进行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并且走到了沙僧阳线的这个位置。所以呢，$20涨上来之后，可能会出现日线级别唐僧阳线，最终呢，它完成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它的这个特点非常标志性，首先是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再往上走周线级别唐僧阳线。所以呢，目前正在
调整的 APT 啊，一定要有一定的仓位。它的调整非常简单，你看啊，首先是大开口收敛三角形，完了，然后曲窄之后发生突破。第二轮也是同样如此，首先大开口，红色大开口收敛三角形转变为白色窄开口收敛三角形，发动突破啊，然后这轮行情走到$20附近的这轮行情也走的非常简单，非常类似于前面2轮的上涨。首先这里面我们看到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发动突破，这个突破的位置一定要有一个仓位啊，这个位置就容易发动继续的上涨行情。那如果出现回落呢，在底部的这个支撑位附近，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支撑呢，主要是围绕小日线级别啊144均线做的一个支撑啊，总是在这个小日线级别169均线啊，围绕这个169均线做支撑啊，然后上行。因此呢，你布局的点位可以围绕这2个均线啊，如果一旦 K 线小日线级别的 K 线接近这2个均线呢，就要布局一个仓位啊。所以呢，对于 APT 来说，你的布局非常简单，因为它的走势非常规律啊。因此呢，我认为目前 APT 呢是本轮行情上涨的一个急先锋，也是龙头啊。所以呢，对于 APT 呢有一个仓位啊，等待它完成第2轮日线级别的上涨，完成它本轮的周线级别的上涨。那目前 APT 不断创出新高，它上方没有任何压力啊，所以呢非常容易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息优，完成它的巨大的涨幅啊，可能会目前涨幅已经超过6倍啊，接近6倍。那么后面行情当中可能会成为本轮熊市见底之后反弹过程的第一个10倍币种。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啊！希望能够给我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吸收战法。感谢大家，再见。